欢迎来到 Nguyen TV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的被区别对待，让跑男的不公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如果要是说到最好看的综艺节目，那跑男是必须要占上一个名额的。纵观所有的综艺节目，跑男绝对是做的最长的一档了。从开始到现在，节目已经播出到第12季了，而且每一季播出的效果都非常好，这样的成绩真的是很多同行可望而不可及的。这么多年来，跑男这档综艺节目的常驻嘉宾可以说是经常变换。相比之下，这2年其实也算是比较稳定了，只有个别成员因为翻车而换人，并没有出现过大换血。这一季的常驻嘉宾一共有8位，分别是李晨、郑恺、周深、白鹿、沙溢、范丞丞、宋雨琦、张真源。实话实说，纵观整个娱乐圈，这样的嘉宾阵容已经算是相当豪华的了。要人气有人气，要搞笑有搞笑，这样的强大阵容节目怎么能不爆呢？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，节目组只请了一位飞行嘉宾，那就是王鹤棣。话说王鹤棣的人气和综艺感都是相当强的，可谓是一个人就能顶好几个人。当然，王鹤棣也算是跑男的老朋友了，来过好多次，每次都有不错的表现。尤其是王鹤棣和范丞丞2个人碰到一起去，一对显眼包简直是能把人笑疯。只要看过节目的观众都知道，上次王鹤棣来的时候在撕名牌中被范丞丞一下子就撕掉了，可以说毫无参与感。为了能让王鹤棣一雪前耻，节目组在本期节目中给了王鹤棣一个卧底身份。老实话讲，跑男这档节目有卧底的玩法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可以说经常会玩。不过，这次王鹤棣的卧底游戏让人看得极其尴尬，因为他受到了节目组的偏爱。王鹤棣的被区别对待，让跑男的不公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第一，游戏有力。前面2个游戏都是体力游戏，王鹤棣占优势。第一个游戏是比谁跑得快，这对王鹤棣真的是太有利了，毕竟年轻，而且腿长，运动细胞还好。第2个游戏是比谁更灵活，胳膊长也是比较占优势的。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，王鹤棣就拿到了卧底身份，再加上2个游戏都比较有利，他可以说轻松获胜，拿到了换卡机会。我觉得节目组是故意给王鹤棣放水的，要不然完全没有必要在一开始就给他身份。第二，集卡有利。王鹤棣只需要集齐3张有自己的卡就可以，几星都行。对于其他人来说，想要集齐一个人的3张卡，那必须是1星、2星、3星都集齐才可以，但王鹤棣是任何3张都可以。按理来说，卧底的集卡任务应该更难，但王鹤棣这个卧底的任务却比普通人还要容易，难道说这真的不是节目组在开后门吗？第三，有帮手。作为卧底来说，王鹤棣还可以找一个帮手，这对他来说完成任务就更加容易了。实话实说，不管找谁都可以提高胜率。第四，单手戴手套就可以。根据规则，作为卧底来说，王鹤棣需要戴上手套撕掉其他人的名牌才能让其淘汰。本来这个规则还是可以让卧底有一些暴露风险的，但没想到节目组却说单手戴手套就可以。一个手是正常的，只需要把另一只戴手套的手藏起来就可以了，基本不会被人怀疑的。
第5，淘汰方式不对等。王鹤棣撕名牌就淘汰，别人撕他需要把名牌放在台子上。对于王鹤棣这个卧底来说，他淘汰人的方式简直是太简单了，只需要撕掉名牌就可以。不过，普通人想要淘汰王鹤棣或者是范丞丞，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。本身撕名牌就是一件难事，因为王鹤棣和范丞丞是事先知道这件事的。再者说了，就算是打名牌，想要撕掉之后再放到台子上，那真的是有一定难度的。毕竟这个撕掉名牌到放在台子上这个过程中，卧底还是可以抢夺的。卧底和普通人淘汰人的方式有着很大差别，很显然卧底要更简单。我真的想问一下，难道这不是节目组在对王鹤棣放水吗？第6，撕名牌换卡混淆视听。普通人换卡片是需要撕名牌的，这对卧底来说也是相当有利的。话说在普通人的脑子里，撕名牌不淘汰，双方互撕换卡片属于正常游戏环节，但是卧底撕人是要淘汰的。说白了，卧底根本不需要什么高明的话术去骗人，可以说普通人自己就送上门来了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这个规则简直就是为了帮卧底获胜而设定的。第7，各自为战。王鹤棣和范丞丞一队都是卧底，其他人却都是各自为战。在一开始的游戏设定中，9位嘉宾全是个人战，但从头到尾王鹤棣和范丞丞都知道他俩是搭档，这公平吗？即便是大家知道了有卧底之后，那所有人也依然是个人战。换句话说，普通人既要和卧底为敌，还要和普通人去争胜负，要不然是赢不了的。在以前的卧底游戏中，一般都是卧底一队，普通人一队，这样的话卧底想赢也就非常难。这次普通人各打各的，这在无形中可以说就帮了卧底的忙。第8，不用淘汰所有人也能赢。王鹤棣的任务是淘汰所有人就能独吞4张金卡，但就算没淘汰所有人，他依然是赢家。如果要是只有一个普通人完成任务，那王鹤棣可以有3张金卡，有2个普通人，那他就有2张。即便有3人兑换成功，王鹤棣依然有1张金卡，只是没有范丞丞的份了而已。这期一共有9位嘉宾，可以说卧底只需要撕掉4个人的名牌就能有金卡了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撕掉4个人的名牌难吗？从整期节目来看，王鹤棣和范丞丞2个卧底在暗处，其他人都在明处，而且还有那么多有利条件。说的难听点，2个卧底根本就不需要偷袭，守株待兔都能有人自投罗网。一整期的节目中，节目组对王鹤棣和其他人真的是太区别对待了，把不公平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真心希望节目组后期能把游戏设计的公平一点，卧底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获胜，这真的有意思吗？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